我攻略顾衍20年，却失败了。婚礼上，我卑微地祈求他别走，可顾衍却直接将我推倒在地。下一秒，顾衍与白月光当场暴毙。他不知道的是，我绑定的系统是个病娇疯批，所有对我不好的人都会被他无情抹杀。可我没想到的是，顾衍死后，灵魂竟然出现在了我身边。他居然后悔了，疯狂地求我原谅他。谢叔回国的那一天，顾衍向我求婚了。酒吧昏暗的包间里，谢叔红着眼睛卑微地挽留着。阿衍，求求你，听我解释好不好？我当时真的是有苦衷的。顾衍嗤笑着伸手将我揽进怀中。谢叔，你的苦衷与我何干？你不会真以为我还会像以前一样在原地一直等你吧？他忽然伸手扣住我的下巴，薄唇没有预警地落下，极尽缠绵。末了，他伸出修长的手指，温柔地拂过我微微红肿的嘴唇。沙哑的声音在我耳旁响起：托谢小姐的福，我总算知道了谁才是对我最重要的人。下个月15号，我和婉婉就要结婚了。谢小姐若是有空，可以过来喝一杯喜酒。不过，她唇角一弯，勾起一抹恶劣的笑容。听说谢氏集团正面临破产清算，谢小姐自顾不暇，应该没有这个闲工夫吧？她好整以暇地抽出几张名片，从谢叔衣服胸部的位置塞了进去。名片上的人都是 A 市有名的富豪，谢小姐可要把握好机会。毕竟，你也就只剩这具身体，还有些价值了，不是吗？顾衍每说一句，谢叔的面色都会白上一分。他眼眶里盈满泪水，却倔强的不肯落下。顾衍，你何必这么侮辱人？我不欠你什么。谢叔努力扯出一抹笑容，好让自己看上去不那么狼狈。既然你们要结婚了，我祝你们百年好合。婉婉是个很好的女孩子，你不要辜负了她。说完，他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顾衍面容阴沉地望着谢叔远去的背影，右手不自觉地收紧，几乎要将我的手腕捏碎。我疼得直冒冷汗，却咬牙不敢叫出声，只是小心翼翼地开口问道：顾衍，你真的要跟我结婚吗？像是终于意识到了我的存在，顾衍立刻松开了手，脸上晦暗不明。他漠然地看着我，好一会才淡淡开口：回到家后，我兴奋地在床上直打滚。忽然，脑海中冷不丁地冒出一阵冰冷的机械声：他并不是真的喜欢你，他只是想利用你，刺激谢叔而已。我脸上的笑容有些僵住，随后低声回道：我知道。但那又怎么样呢？就算他不喜欢我，只要我们能顺利结婚，这个任务也能算完成了吧？系统不说话了。我穿越到这个世界里已经有20年了。醒来时，脑海中便多了一个系统。他说，顾衍是这个世界的天命之子，只有成功攻略顾衍，和他结婚，我才能够得到足以返回自己原本世界的能量。在这个世界里，我被安排的身份是顾家领养的孤儿。从小，我就以介于玩伴和仆人的身份陪在顾衍身边。20年间，我们朝夕相处，形影不离。很小的时候，他会捏着我的脸，奶凶奶凶地说：顾婉婉，我是你的哥哥，你要叫我演哥哥。长大后，作为天命之子的顾衍异常优秀，为了跟上他的步伐不被抛下，我只能拼了命的学习。顾衍会一边凶巴巴地骂我笨，一边彻夜给我补习。考上同一所大学那一天，我高兴地直接扑进顾衍怀里。他一边装作嫌弃地说着：要不是我数学不小心涂错答题卡了，怎么可能会只考这点分数跟你上同一所学校，一边小声嘟囔着：这么笨，没有我在你身边看着，指不定就被什么人拐跑了。在这个世界，我没有亲人，没有朋友，孤身一人，顾衍就是我唯一的光。我以为我们会顺理成章的在一起，直到谢叔出现。他天真而勇敢，像炙热的太阳一般，不管不顾地闯进了我和顾衍的世界。少年人的爱意是如此莽撞而执拗。他当着全校的面向顾衍表白，每天坚持亲手给他做爱心早餐，不顾周围同学的白眼，硬来蹭自己完全听不懂的客厅，只为离顾衍近一点。每次我和顾衍走在一起，他都像个小尾巴一样跟在后面，叽叽喳喳的没完没了。甚至于，他还会每天亲手给顾衍写一封情书。最开始，顾衍对他十分冷淡。谢叔告白时，他牵着我的手，十指相扣，说我照顾一个笨蛋就已经够费心了。谢叔送爱心早餐，顾衍把那些全部给了我，还说婉婉喜欢吃烤过的吐司，你下次注意点。谢叔像个小尾巴一样跟在我们身后，他厌烦地看着他，当电灯泡就那么开心吗？至于那些情书，更是连拆都没拆，直接被扔进了垃圾桶里。在所有人眼中，谢叔都像是一个笑话，一个自取其辱的小丑。可只有我看到了。某一天，谢叔不知为何没有再送早餐，没有再写情书，甚至于没有再出现在我们面前。顾衍慌了，他把人堵在医务室里，禁锢在怀中，红着眼睛问谢叔：我今天的情书呢？后来，我与顾衍又变回了介于玩伴与仆人间的关系，我们仍旧是3个人走在一起，但这一次并肩而行的变成了他们，默默跟随其后的小尾巴变成了我。而就连这样的日子都没有持续多久。顾衍对我说：婉婉，你以后不要再跟着我们了，小叔会不高兴。我望着他，沉默了许久，
最终还是点了点头。顾妍脸上露出几许不忍，但他还是继续说道：“我的意思是，以后顾家你也不要再回去了，我会给你一笔钱，让你在外面租房。你别多想，他没有跟我说什么，只是我不想让他误会。”就这样，我搬出了那个住了20年的家，和顾妍的关系也越变越淡。最开始，他还会像过去一样叫我婉婉，到后来路上遇见了，也不过是礼节性的朝我略一点头，便又撇过头望向谢叔了。顾妍说的没错，他一次只能照顾一个人，一旦喜欢上一个人，便会满心满眼的就只有他。只是那个人已经不再是我了。顾妍与谢叔在一起整整5年，可他们终究也没能走到最后。那一年，顾妍的妈妈出车祸去世，尸骨未寒，顾府就堂而皇之的将小三带回了家。一同回来的还有一个只比顾妍小1岁的私生子。为了小三和私生子，顾父开始处处打压顾妍。公司里，他被冷落，排挤出权力中心。曾经高高在上、不可一世的天之骄子，就此落入凡尘。而谢叔偏偏在这个时候选择了离开顾妍，前往国外。那天，我冒着大雨去找顾妍，却看见他浑身淋湿，像一条遭人遗弃的小狗，卑微地祈求着谢叔留下来。可谢叔却依旧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那1日之后，我所看见的顾妍就变了副模样，冷漠、阴鸷、残忍、狡诈。他用了3年的时间，一步步往上爬，重新夺回了顾氏。顾父被架空了权力，半软禁了起来。小三和私生子被他抓到把柄，以经济罪送入了监狱。顾妍再次变回了那个高高在上的天之骄子。这3年里，我一直以助理的身份，默默陪在他身边。我陪着他每天加班到凌晨3、4点，陪着他应酬、挡酒，游走于那些不怀好意的老男人间，陪着他穿梭于那些恶意的剑雨之中。若是年少时那个满心满眼还只有顾婉婉的顾妍，见到了现在身披盔甲的我，或许会说一声我的婉婉长大了。可现在的顾妍眼中早已没有我，哪怕他真正想见的那个人已经不在了，他也依旧看不见我。我原以为可以趁着谢叔离开，缓和与顾妍的关系。事实上，在外人看来，我们也确实是又回到了原本亲密无间的样子。顾妍甚至允许我再次搬回顾家老宅，可只有我知道，他每次醉酒时喊的依旧是谢叔的名字。顾家的老管家，那个看着我和顾妍一同长大的爷爷，曾私底下偷偷劝过顾妍珍惜眼前人。而第2天，我就听到了管家被辞退了的消息。我以为我和顾妍终究再无可能，我的任务注定失败，我再也回不去属于自己的世界，只能在这异国他乡以顾婉婉的身份度过余生。而就在这时，谢叔却忽然回来了。于是顾妍毫无征兆的说要跟我结婚。我岂不知道他是在拿我当刺激谢叔的工具？20年也没能焐热的心，又岂会在一朝冰雪消融？但我真的累了，走向顾妍的每一步都宛若踩着刀尖起舞般血淋淋的疼痛。如果小美人鱼注定得不到王子的爱意，那便把她的歌声、她的长发还给他吧，让他回到属于他的，犹如矢车菊花瓣那么蓝，玻璃那么明亮清澈的海底。小美人鱼想要回家了，离婚礼还有20天，每一天我都过得心惊胆战，毕竟这是我最后的机会了。顾妍，我们要不要先去领结婚证？领完证再办婚礼？我小心翼翼地请求着，他却只是蹙起了眉头，一言不发。我试着像以前那样对他撒娇，拉着他一起去看婚纱。顾妍恹恹地塞给了我一张不限额度的卡，想要什么自己买就是了。最近公司比较忙，我抽不出时间。顾妍或许忘了，我可是他的助理，他有没有时间，我是最清楚不过的了。他只不过是不愿意把时间分给我罢了。毕竟，在他所设想的未来里，那个本该穿着婚纱站在他身边的人，并不是我。但我还是接过了那张卡，反正也快离开这个世界了。婚礼就当是最后的谢幕告别好了。我努力给自己打气，为了向过去的那20年时光诀别，我用了12万分的心力。从宾客名单、婚庆公司、宴会举办的酒店，事无巨细，全都由我自己筹定。只不过一个人是婚纱，到底还是有些许寂寞。而好巧不巧的是，我居然在婚纱店里遇见了谢叔。不得不说，世界真是小。我早先便听说谢家遇到变故，即将破产清算，但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样快，更没想到曾经的谢家大小姐现在会成了一名婚纱店的店员。不过我并没有要落井下石的意思，随意试了2套婚服，便打算离开。可我没想到，反倒是谢叔主动将我堵在了洗手间里。顾婉婉，阿衍今天怎么又陪你来试婚纱？他侧着头看我，眼中有一丝嘲弄。你和他真的要结婚了吗？这似乎不关谢小姐的事。我平静地别开视线，打算转身离开。呵呵，身后传来谢叔有些尖锐的笑声。你真以为阿衍会看得上你？他只不过是在跟我赌气罢了。顾婉婉，8年前你抢不过我，现在依然如此。你信不信，只要我招招手，他依旧会回到我身边？我依旧心平气和地看着他。我信。谢小姐，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先离开了。
我确实相信谢叔有这个能力。8年前，顾妍满心满眼都还只有我的时候，他都有办法把人抢走，更别提现在，顾妍眼中心底早就没有我了。感情中不被爱的人永远处于弱势，所以哪怕现在我是准顾夫人，而谢叔只是个落魄的店员，我依旧相信他有办法将我杀至丢盔卸甲。所以我非常谨慎。婚礼的前一天，我牵着顾妍的手，极尽卑微讨好。顾妍，明天不论发生什么，你都不要把我丢下，好吗？等婚礼举办完后，你想做什么，我都不会阻拦你。我唯一的要求就是婚礼一定要顺利举办到最后，你能答应我吗？顾妍揉了揉我的脑袋，声音温和，怎么了？忽然这么患得患失，是不是太紧张了？放心，明天我哪里也不去，一直陪在你身边。我有些紧张，但还是鼓足了勇气道，那即使是谢叔找你，你也……顾妍的表情一寸寸冷了下来，我话还没来得及说完，他就冷硬地打断，提他干什么？早点睡吧，明天还有很多事要忙。说完，他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婚礼这一天，我浑身绷得像满弦的弓。我事先叮嘱过现场的保安，婚礼中途不许任何人闯入，也提前偷偷把顾妍的手机关了机。只要今天就好。过了今天，我就把顾妍还给谢叔。手心里沁满了汗珠，我望着台上还在慢悠悠念着台词的司仪，心里不断催促着，快点，再快一点。顾妍并没有发现我的异状，他一直心不在焉的样子，目光远远地落在了酒店门口，像在等待着什么人。顾妍先生，你愿意娶顾婉婉女士为妻吗？爱她，忠诚于她，无论她贫困、患病或者残疾，直至死亡。顾妍迟疑地开口。就在这时，外面传来一阵喧哗，混乱间，我听见有人在喊，有人要跳楼了。顾妍脸色一变，毫不犹豫地冲外跑去。别走！我一直默默用余光观察着顾妍，在发现她有动作的一瞬间，便立刻伸手，死死地抓住了顾妍。别走！我哀哀地祈求道，我们先把婚礼举办完好吗？明明就只差最后一步了，为什么？顾妍的脸色是我从未见过的阴沉暴戾。滚开！他一挥手，直接将我推到地上，然后又一次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周围越发的吵闹，惊诧、不解、震惊、幸灾乐祸的视线与低语纷纷落在我身上，脑海中又一次响起系统的冰冷的机械音。婚礼未完成，判定攻略失败，宿主未能获得足够能量源，无法离开本世界。对面大楼的楼顶，谢叔站在栏杆边缘，半只脚已经跨了出去。顾妍眼角泛红，声音发颤，小叔，你快下来，我不结婚了，我立刻取消婚礼，你下来好吗？我拎着婚纱爬上楼时，便正好听到这一句，脚步不由得一顿。谢叔回过头，脸上是一抹凄艳绝美的笑容。阿妍，3年前其实是我的父母硬逼着我跟你分手，他们说如果我不答应，他们就让你从此在 A 市销声匿迹。我没有办法，只能选择离开。阿妍，你能原谅我吗？谢叔说话的时候，顾妍则慢慢地朝他的方向靠近，试图将他从栏杆那边拉回来。在听到那些陈年旧事的真相时，他的脚步顿住了。很显然，他立刻相信了谢叔的所谓苦衷。随后，顾妍再次开口，却是无比的温柔和深情。小叔，对不起，是我太冲动了，不分青红皂白就责怪你。其实今天这场婚礼，我只是想用来气气你而已。我和顾婉婉根本没有领结婚证，你下来好吗？下来，我们去领结婚证。顾妍眼中就只有谢叔，他甚至没有注意到，他在说这番话时，我就站在一边。谢叔不动声色地看了我一眼，眼中露出几分嘲弄。他又一次赢了。我静默地站在原地，明明是早已知晓的事情，早已预见的结局，但从顾妍口中亲自说出，我还是无法克制的感到痛楚。我站在原地，望着顾妍一步步朝谢叔靠近。你别哭。忽然，我听见脑海中传来了机械声，明明是冰冷的无机质，我却听出了一丝安慰。我哭了吗？我茫然地伸手触向自己的脸庞，摸到了一片冰凉的液体。脑海中的机械音还在笨拙地模仿着人类发声。婉婉，不要伤心，他们欺负你，我帮你。话音刚落，四周忽然毫无预兆地刮起一阵狂风，随后我惊恐地看到半只脚跨到栏杆外的谢叔直接被大风吹落楼顶。顾妍冲上去想拉住他，也一起掉了下去。我的系统是个病娇，凡是对我不好的人都会被他抹杀掉。最初发现他的异常是在7岁的时候，我遇到了人贩子。虽然我的灵魂是个成年人，但身体毕竟还只是个小女孩，根本无法反抗他们。他们把我绑起来，塞进黑暗逼仄的车后厢里。车子在陡峭的山路间颠簸，我浑身被撞得青青紫紫，闷臭、疼痛、黑暗、恐惧。我克制不住地发抖哭泣。就在这时，我听到了他的声音：你在哭？为什么？我不是第一次听到系统的声音，大部分时候我脑海中响起的都是一道极其冰冷的机械声，但那一天所听到的不同。
那一天，他给我的感觉像是一个竭力在模仿着人类思考、说话的生物。当时极度恐惧的我根本来不及多想，像溺水者抱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一样，向系统求救。他们要拐卖我，你有办法救我出去吗？话音刚落，我就听到外面传来一声咒骂，随后是砰，第一声巨响。等我醒来时，身边的人告诉我，那一天人贩子的车撞上了一辆大卡车，整车的人贩子当场死亡，无一幸免，而我却奇迹般的毫发无伤，只是因为受惊吓昏睡了过去。那时候我还没有多想，只觉得自己运气好，捡回了一条小命。可后来类似的事情接二连三的发生后，我便察觉到了不对劲。每当我遇到危险，或是碰到让我恐惧厌恶的人事物，克制不住的落泪时，对方就会莫名其妙的遭遇意外死亡。是你吗？是你杀了他们吗？一股寒意从足尖升至四肢百骸。问出口的那一刹那，我心中拼命祈求着，不是这样的，一定是我想太多了。可他只是有些茫然道，他们对你不好，我把他们抹杀了，不好吗？他像是一个天真的稚童，对于世间的一切是非善恶都漠不关心，只以我的喜好为恒定评判一切的标准。对婉婉不好的人，欺负婉婉的人，让婉婉哭泣的人，全部都抹杀掉。只要婉婉能幸福快乐地生活下去就足够了。发觉到这一真相时，我只觉遍体生寒，如坠冰窟。某种意义上，我才是真正的刽子手。如果不是因为我，那些人也不会死。被系统抹杀的人里，固然有一些是穷凶极恶的罪犯，但还有不少只是性格上有些缺陷，但远算不上大奸大恶的普通人。即使我再讨厌他们，也从来没想过要他们的性命。负罪感几乎将我压垮。那天之后，我开始学会收敛自己的情绪，无论遇到再讨厌的人，再生气的事情，都能心平气和地对待。悲伤哭泣更是再也没有过，因为我知道，仅仅是为了我的一滴泪水，系统就会毫不留情地抹杀一条活生生的性命。我以为自己控制得很好了，但我没有想到，在听见顾衍说出那些话时，依旧会忍不住落泪。更没有想到，系统居然会毫不犹豫地出手，同时抹杀了顾衍和谢叔。我浑身抖如筛糠，瘫倒在地，连站都站不起来，脑袋里一片空白，连思考的余地都不再有。我不知道自己是在伤心还是在恐惧，是羞愧还是罪恶。谢叔三番五次的嘲讽、挑衅我，明知我和顾衍在一起，还故意插足将他抢走。顾衍明明和我在一起，却出轨谢叔，还拿我的婚姻当作刺激谢叔的工具。难道我真的没有生气，没有伤心，没有想要让他们付出代价过吗？有过，但纵使如此，纵使他们确实伤害了我，确实令我感到痛苦，那也并非是要用生命才能偿还的罪孽。我确实恨过他们，可我一刻也不曾想过要让他们去死。更何况与顾衍一同生活的这20年，纵使我的初心只是为了攻略任务，可那些时光，那些感情亦并非作为。而现在他死了，我望着空荡荡的顶楼，灵魂仿佛也跟随着顾衍一跃而下，止于下一句躯壳，空荡荡的流着泪水。系统似乎有些不解，还有些慌乱。欺负婉婉的人已经全部被我抹杀掉了，为什么你还在哭？他像是想要伸手为我拭去泪水，但它只是一串没有躯体的数据，连人类的身躯都不具备。对于人类来说如此简单的事情，对于系统而言却是绝无可能。过了许久，他似乎有些悲伤，又有些了然。是因为我吗？我杀了他，所以你这么伤心。这一次惹婉婉伤心的人是我吗？我忽然像被针扎了一样，脑海中闪过一道电流，没来得及细想，我下意识地说了一声别，但已经来不及了。一道璀璨的白光在我的脑海中炸开了，惹婉婉伤心的人都要抹杀掉，即使是我也不例外。脑海中光芒流转间，我似乎于白光里看到一抹修长的人影。我下意识地伸手想去拉他，但他却后退了一步。冰冷的机械音再次在我脑海中响起。我把剩余的能量源用来修补顾衍的灵魂了。接下来的7天里，他会以灵魂的形态在你周围5米内出现，你将有一次重新攻略的机会。只要他在这7天里爱上你，攻略就算成功。到时候你依旧能获得足以离开这个世界的能量源。照顾好自己，再见。我心中慌乱无法言说，跌跌撞撞地扑上前，想要留住那道光。可下一秒，光芒熄灭了，脑海中止于一片静寂的黑暗。再次睁开眼时，我看见身边飘了一道近乎透明的影子。顾衍似乎已经等了许久，一看见我张开双眼，便迫不及待地开口：“婉婉，你终于醒了，你能帮我去看看小叔吗？他抢救过来了没有？”生平第一次，我觉得顾衍的声音如此聒噪。我默然地起身，从顾衍的灵魂边穿过。他拼命想拉住我，在我的耳边不停地说着什么，而我的脑海中却是一片寂静的空白。系统让我再去攻略顾衍一次，可我真的能心无芥蒂地踩着顾衍和谢叔的尸体继续我的攻略任务吗？况且，就算真的攻略成功，回到了那个世界又如何？在那里，我依旧是没有亲人，也没有朋友，独身一人。不知为何，我感觉到了从未有过的孤独，就连看着眼睁睁看着顾衍把我推开，
义无反顾地奔向谢叔时，我也不曾有过这样的孤独，像是有什么东西从此永远地从我的灵魂中剥落了，那里将永远留下一道残缺，烈烈地刮着寒风。顾衍和谢叔的死亡轰动了 A 市，一是因为顾衍在 A 市算得上是家喻户晓级别的人物，二则新郎在婚礼途中奔逃与小三殉情的新闻吸引了不少的吃瓜群众，而我作为被抛下的那个新娘，作为亲眼目睹了两人殉情的人，第一时间被警方传召了。所幸那栋大楼楼顶装了摄像头，录像中显示两人确实是一不小心掉下去的，我才免除了嫌疑。浑浑噩噩地结束了审讯，从警局走出来后，我又马不停蹄地前往医院，将顾衍的尸体带去殡仪馆，发讣告，举办葬礼，处理遗物。我犹如一台机器，麻木地通过这些繁琐的事物来逼自己停止思考。期间顾衍的灵魂一直在试图和我沟通，但全部被我无视了。他还不断尝试着想回到自己的尸体里，但依旧失败了。直到他和谢叔的尸体全都被推进了焚烧炉，他才终于认清现实，放弃了挣扎，转而茫然地望着虚空。顾衍的葬礼上来的人不多，当初他为了往上爬，用了不少脏手段，是以他身边为危者多而怀得者少，人走茶凉。我以未亡人的身份简单地主持了整个葬礼的流程，但没想到的是，葬礼中途却有不速之客闯入了。我的舒儿，你死得好惨啊！都怪那该死的顾衍，要不是他，我的宝贝女儿又怎么会死？我没想到谢叔的父亲居然会选择抱着谢叔的牌位大闹灵堂。在看到谢叔牌位的一瞬间，顾衍眼中露出一丝心疼，他下意识地上前，伸手去触碰牌位上的遗照。都怪你，你这个杀千刀的王八蛋！要不是你撺掇着让我们女儿去接近顾衍，他怎么会死？就在这时，谢叔的妈妈也跟着闯了进来，和谢父扭打起来。本来舒儿在国外和男朋友过得好好的，是你把她叫回来，要她去跟姓顾的复合，想要借此让顾氏融资你的破公司。要不是你，我女儿怎么会死？在听到男朋友几个字的时候，顾衍脸上闪过一丝愕然，伸出的手也僵在了半空中。谢父当着众人的面被谢母又打又骂，羞恼到了极致，便也顾不得老脸，也转身和谢母扭打起来。你还有脸说我？3年前舒儿说要跟顾衍分手的时候，你怎么不拦着？你们母女俩见识短浅，只顾眼前利益，嫌弃人家一时落魄了，直接分手走人。要是当时舒儿没跟姓顾的分手，早就是顾夫人了。顾衍一死，顾家的财产全都是我的了，老子还用得着被债主天天堵着没要钱？在听完谢府的话后，顾衍的脸上已经不仅仅是错愕了，他本就苍白的魂体，此时仿佛要飘散开一般，摇摇欲坠，眼底满是痛楚，脸上写满震惊与不敢置信。不久前，谢叔还告诉他自己会离开是有苦衷，是被父母逼的。那时候他毫不犹豫的就相信了。可现在，谢叔的父母却明明白白的告诉他，根本没有人逼迫谢叔，是他自己不愿陪他吃苦才离开的。在国外的几年里，谢叔早已有了男朋友，甚至于现在回来也只是图谋他的财产而已，而他却为了这样一个女人搭上了自己的生命。顾衍眼底的荒凉与自嘲让我亦有几分不忍，匆忙喊来了保安，将谢家父母轰了出去。回家的路上，顾衍似乎仍没有从刚才的震惊中走出来，他浑浑噩噩地飘在我身边，一言不发。但我们都没想的是，今天的闹剧还远没有结束。我刚从葬礼现场走出去没多久，一盆红色的油漆忽然从天而降，将我从头淋到脚。一群人冲了出来，挡在了我的面前。为首的是一个泼辣的中年妇女。你这个狐狸精，总算让我抓到你了！要不是你这贱人，我老公怎么会死？狐狸精，我今天就要打死你！在看清那个女人的瞬间，我面色一白，一段已经尘封的记忆翻了上来。那是顾衍刚被从顾氏扫地出门，自己成立工作室的时候。为了能拉到生意，我每天马不停蹄地穿梭于客户之间，而中年女人的老公就是其中一位。为了能拿下那个单子，我被他灌了足足2斤的白酒，而他则趁着我醉酒无力反抗，想要猥亵我。当时我极度慌乱恐惧，压抑了许久的心情终于在那一刻崩溃了。于是系统出手，将那个老男人抹杀了。法医鉴定，他是因为过于兴奋而导致的血管破裂猝死，但男人的妻子却一口咬定了是我害死的她老公。那段时间，他天天带着人上门来堵我，在我住的地方刷红漆辱骂我，那是我过得最狼狈的一段时间。那段时间，顾衍状态很差，我不敢让他知道，只得自己左躲右藏。工作室的几个同事后偷偷把我带回家，让我寄宿了一段时间。后来顾衍的生意越做越大，渐渐的没人再敢招惹，中年女人似乎也有所忌惮，再没来找过我麻烦。而现在，约莫他是觉得顾衍死了，再无人能为我撑腰，便又肆无忌惮了起来。看着女人气势汹汹的样子，我心道不好，转身就想逃走，但他手疾眼快的一把抓住了我的衣角，把我推倒在地。还想跑？小贱人，我看你这次能跑到哪里去？说着，他转身看向后面的那群人，指着我骂道：“就是这个贱女人，勾引我老公，害死了他！大哥二哥，你们今天可要给我报仇！”密密麻麻的拳脚不由分说的落下来，
我只能拼命蜷缩起身体，护住脑袋。顾衍则好不容易从刚才的浑浑噩噩状态中脱离，看到我被这群人殴打，他下意识就想冲过来护住我。然而灵魂状态下的他无论怎么努力都无法触碰到我。你快跑啊，顾婉婉，你是笨蛋吗？这些人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怎么招惹的他们？他焦急地喊着。倒并不是我不想跑，只是那女人明显有备而来，10几号人将我团团围住，我根本无处可躲。顾衍不停地想要将那些人打回去，又试图将我护住身下，但所有努力终究是徒劳无功。若是从前顾衍愿意这样站出来保护我，我一定会很高兴，一定会毫不犹豫地相信他心里还是有我的位置的，只要我努力，他就会重新看到我。可现在我看着他那些徒劳的动作，只觉得又滑稽又可笑。就在这时，我忽然听到不远处传来一声厉喝：你们在干什么？我已经报警了。话音一落，围着我的那群人立马作鸟兽散。有人走过来把我扶了起来。那些人实在太过分了，居然又跑回来缠着你了。声音有些气愤。我这才发现，刚刚说报警把人赶走的并不是经过的好心路人，而是我的同事陈宁。陈宁望着我，眼中有几分心疼。你今天要不还是去我家睡吧，我怕那些人跑去你住的地方找你麻烦。我点点头，谢过了他的好意。陈宁扶着我往他家的方向走，顾衍义跟在旁边。他似乎又忘了自己已经死了，不停地问着到底是怎么回事，那些人究竟是谁，怎么会找上你？到了陈宁家里，他娴熟地拿出医药箱帮我上药。药上到一半，他忽然长长地叹了口气。照理说死者为大，顾总刚死，我不应该在这时候说这样话，但是婉婉，我真的为你不值。顾衍他真的配不上你。顾衍没想到自己居然会被提及，皱起眉头望向陈宁。当初公司刚成立，你为了他每天加班通宵，到处应酬拉客户，可以说公司能顺利上市有你一半的功劳。这些年你的付出整个公司的人都是看在眼底的。那时候要不是为了帮他拉生意，你也不会差点被猥亵，还因此惹上了那个疯女人，到现在还对你纠缠不休。我想拦住陈宁，让他别说，但已经来不及了。顾衍在听完陈宁的话，先是有刹那的讶异，随之而来的是满怀的心疼和愧疚。他坐到我身边，伸出手虚虚拢住我的右手。对不起，婉婉，我不知道你为我做了这么多。那段时间我状态很差，一直忽略了你。我脸上扯出一抹苍白的笑容，直到都已经过去了。一句话，同时说给2个人听。已经过去的事情，再去提它又有什么意义呢？陈宁却愈发义愤填膺。你对他的付出，有眼睛的人都能看到。本来我听说你们要结婚了，还很为你高兴，没想到他在婚礼上居然……陈宁说到这里卡壳了一下，像是怕又勾起我的伤心事，声音微弱了一些。他低声嘟囔道：所以我说男人就是贱，明明在他身边的人是你，陪着他走出低谷的人也是你，一直默默关心他的人还是你，放着世界上最爱他的人不要，偏偏要去找别人。这下好，招报应了吧？若是以前我听见这些话，或许心中还会有几分酸楚，可现在我只感觉无比的疲惫。够了，宁宁，我有些累了。我岔开了话题，我想休息一下，你能让我自己一个人躺会吗？陈宁叹了口气，离开了，而顾衍却依旧坐在我身旁。刚刚陈宁说那些话时，他一直默默地听着，神情极为复杂。他伸出手，虚虚地将我揽在怀里，把头抵在我的脖颈间。婉婉，他在我耳边轻喃着，语气里满是茫然无措，像是想说给我听，又似乎只是在自言自语。我们青梅竹马，一起长大。小的时候，我一直坚信，等我长大了就会和你结婚，我们会永远在一起。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一切就变了呢？我似乎越来越习惯你的存在，以至于无视，把你为我付出的一切都当作理所当然的事情。似乎是从小谢叔出现的时候开始的吧。提到谢叔时，他脸上依旧不由自主地闪过痛楚。那毕竟是他曾经爱过8年的人，而那个人却一再的背叛、欺骗他。顾衍脸上露出自嘲的笑容，但他似乎不将心中的话语吐尽便不快一般，继续对着我絮絮叨叨。婉婉，你知道吗？最开始我只觉得谢叔烦人，他每次做那些自我感动的事情时，我心里想的都是我们婉婉这么好，他怎么比得上？直到后来有一天，他为了救我，甚至愿意放弃自己的生命。第一次有人这么奋不顾身的爱我，那时我想，错过了这份爱，我会后悔一辈子吧。我开始觉得谢叔那种不顾一切的灼热的爱才是真正的爱情，我跟你只不过是亲情和友情而已。原来如此，原来我会一而再再而三的输给谢叔，不是没有理由的。可是为什么你们的不顾一切的灼热的爱要以我的痛苦做垫脚石呢？不顾一切的意思就是指谢叔可以不顾当时我已经在和顾衍交往，知三当三抢走他，而顾衍也可以不顾我的人生幸福，把我的婚姻当作刺激谢叔的工具吗？顾衍口口声声说着爱，我却只觉得恶心。而且
在顾衍说出不顾一切的爱的时候，我脑海中浮现出了璀璨白光中的一道身影，心脏像是被什么猛攥了一下。也曾经有人愿意付出生命，只为止住我的眼泪。顾衍没有注意到我神情倏地暗淡下去，依旧悲伤的喃喃低语着。我曾以为谢叔是世界上最爱我的人，可我现在才发现，一直以来默默陪伴着我的是你。婉婉，对不起，是我辜负了你。可是，他的神情悲伤中还带着一丝不解。明明他曾经为了我，连性命都能豁出去的，为什么后来会变成那样呢？是啊，为什么呢？这个问题恐怕永远都不会有答案了。我和顾衍各自带着无解的悲伤，共同度过了这一夜。处理完丧葬事宜，又把公司积压的一些事情都解决掉之后，已经过了6天了。这6天里，顾衍一直默默陪在我身边。有时候他会试图抱住我，或是牵我的手，低声和我说些话，但我只做没看见。对于攻略任务，我已不抱什么期待。何况我能看出，现在的顾衍对我更多的是愧疚和心疼，而非真正的爱。至于我自己，我也说不清。我曾刻骨铭心地爱了他20年，可如今看着顾衍，我心中却止于漠然。心中空缺的那一块依旧顿顿的作痛，而我知道能填补那空缺的人并不是顾衍。第7天，攻略的最后1日，我终究还是回到了自己租住的小屋里，里面有太多过去的回忆，而我已经决定和他们诀别。或许我注定无法完成任务，回到属于自己的世界，但我曾经答应过某个人，从今以后要好好照顾自己，再也不哭了。所以我要彻底抛弃掉那些过去的记忆。我搬出几个大纸箱子，开始收拾屋里的东西，大多是和顾衍有关的。他曾经送给我的礼物，每一样我都好好保存着，为了给他调养胃病而买来的一大堆食谱，出去玩拍了漂亮的风景照片，想和他分享，却终究没有。过去的8年里给他准备好却没能送出的生日礼物，记载着我们曾经点点滴滴，却因为他和谢叔在一起，而再没有后续的日记本。种种件件，曾经真是无比的回忆，可对现在的我而言，不过是一堆死物。我没有一丝犹豫的将它们全部丢进了纸箱子里。顾衍最初看到我屋子里全是与他有关的东西时，满是震惊。婉婉，我不知道你居然……对不起，是我辜负了你。他又在说这种话了，这些天也不知道说了多少遍。等他发现我打算将它们全部扔掉时，顾衍慌了。婉婉，不要，我求求你了，不要把它们扔掉。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，是我的错，是我对不起你，求你原谅我好吗？只要你别把它们扔了，不要忘记我，婉婉。顾衍从未在我面前如此卑微过。他跪在地上，双手从装满旧物的纸箱子穿过，徒劳的想要留住它们。我却没有与他一点仁慈与怜悯。扔了半天，我有些累了，便坐在沙发上小憩一会，不想却迷迷糊糊睡过去了。等醒来时，我看见顾衍正俯身看着什么东西，泪水一滴滴的从他脸颊上落了下来。灵魂也会落泪吗？真稀奇。在目睹自己和谢叔的尸体时，顾衍都没有落泪，而此时的他身上却散着浓到无法抹开的哀痛。我不由望向他所注视之物，在看到那样东西时，我怔住了。是我大学时候的日记，方才放在桌面上，被风翻开了。日记本上的内容早已泛黄。7月9日，顾衍去登山，却遇上了山体滑坡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我立刻赶了过去。没想到路上却遇到了谢叔，他似乎一直跟在顾衍后面，但山体滑坡的时候，他侥幸逃了出来。我求谢叔告诉我顾衍遇难的具体地点。在知道后，我立刻的赶了过去。我知道在这个时候过去非常危险，但救援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到，我没有办法，只是眼睁睁地看着。幸好谢叔给我指的位置没错，我还在一边看到了顾衍的包。我太笨了，忘了带工具过去，只能徒手去挖，指甲全被磨断了，食指都在出血，好疼啊！但我太没用了，没能挖到顾衍，反而遭遇了2次滑坡，自己也被埋进去了。万幸的是，我被埋的地点居然就在顾衍附近，我摸到了他的手。顾衍的手好冰冷，我好害怕他就这样死掉了。我只能握住他的手，试图把我的热量传达给他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他居然真的有了些反应，但他好像很虚弱的样子。我们都动弹不得，唯一能动的就只有握在一起的那双手。于是我只能一遍遍地在手心里写下我在，希望他不要放弃。过了不知道多久，顾衍居然真的有些恢复了的样子，但他似乎依旧很绝望。他在手心里写下，我想我大概要死在这里了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，只能告诉他，我陪你。幸好救援队终究还是及时赶到了，我们都平安无事。这篇日记的内容我印象颇深，不仅因为那次我差点搭上性命，还因为那之后不久，顾衍和谢叔就在一起了。我也就从此没再写过日记。而此时，顾衍看着这桩陈年旧事，居然落下了泪水。我有些不解，他在发现我醒来后，便不顾一切地扑上来，想把我搂在怀里。婉婉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灵魂的泪水原来是冰凉的。
一滴滴落在我的颈间，似乎要将那无可名状的后悔与绝望一并传达给我。那时候，我以为在我身边的是谢叔，因为那一天他一直跟在我后面，所以我就理所当然地觉得，那个为了救我磨掉了10指指甲，甚至愿意陪我一起死掉的人是谢叔。我后来问他，他也没有否认。一直以来，我都把他认错成了你。要不是这样，我根本不可能喜欢上他的。婉婉，对不起，是我错了。我爱的人自始至终都只有你一个。对不起，原来是认错了呀。原来他喜欢的一直都只有我呀。原来一切的一切都不过是误会。顾衍抱着我，泪水像是止不住了一般。他哭到甚至整个人都在颤抖，回忆与悲伤宛如凝聚成实体般弥漫在整个空间里。我却没有感到一丝一毫的快慰。我漠然地伸出手，将日记一页一页地撕下。顾衍慌了，他立刻扑上来想阻止我。婉婉，你在做什么？停下，快停下！只可惜这场误会解除得太晚了，我已经不在乎了。曾经承载了爱意的日记，现在在我看来不过是一张张废纸罢了。婉婉，我求求你了，留下它好吗？别不要我，好吗？顾衍肝胆俱碎，跪倒在地上，拼命想要抓住我的衣角，可我只是漠然地将日记一点点撕碎，碎到永远都拼不回来了。然后倒进了卫生间马桶里，按下了抽水键。顾衍，我不要你了，连同过去和你的那些回忆，我也通通不要了。眼睁睁看着碎纸被冲下去的瞬间，顾衍宛若笼中困兽，徒劳地哭喊求饶着，甚至想冲过来用手去捞那纸屑。而我却茫茫然地想到，其实这本日记里我没有说实话。那个时候真正救了我的不是救援队，是系统。在发现我的生命体征明显下降后，他立刻动用了自己的能量把我救了出来。他只救了我，而没有理会顾衍。因此顾衍被救援队救起时，我并不在身边，也难怪他会不知道身边的人是我。说起来，似乎我每次遇到危险，每次陷入困境，每次迷茫难过的时候，陪在我身边的永远是系统。遇到拐卖的时候是他，山体滑坡时是他，差点被猥亵时也是他。顾衍曾经说，他越来越习惯我的存在，以至于无视，把我为他付出的一切都当作理所当然的事情。而我何尝不是如此，越来越习惯系统的存在，以至于将他对我的付出都当作理所当然的事情。直到失去后，才意识到自己究竟错过了什么。我仿佛感受到自己心脏缺损的那一块又在灼热地发痛了。空旷的客厅里，我终于压抑不住内心的情感，痛苦地蜷成了一团，呜咽出声。婉婉，不要哭，求求你了，不要哭好吗？是我错了，是我对不起你。顾衍以为我是为他而哭泣，手忙脚乱地想要安慰我，但我却愈发无法抑制。不应该是这样的。那个每当我流泪时便笨拙地想安慰我的人，不应该是顾衍。不知哭了多久，我忽然发现顾衍的身体似乎在一点点变得稀薄。他有些无措地望着自己，过了好一会，终于无奈地叹道：“看样子我的时间好像快到了。”我这才想起，顾衍灵魂停留的时间似乎只有7天，而这一天就要结束了。他伸出透明的手，揉了揉我的头发，在身体最终消散之前，用最温柔的声音在我耳边道：“婉婉，我爱你，以后你要照顾好自己，不要再哭了。”耳边的声音与记忆中的声音有一瞬间的重叠，我茫然地伸出手，而虚空中却已什么都不剩下了。与此同时，我的脑海中响起一道冰冷的机械音：“顾衍爱意值100%，恭喜宿主攻略成功。”不是他，明明只是冰冷的机械声，我却听出了一丝微妙的差别。这不是我的系统，他在哪里？我是说，我之前那个系统。即使已经知道结果，我还是忍不住问道。脑海中的机械声尽职尽责地回答：“系统017能量耗尽，现已报废处理。我是接替他工作的018，宿主请放心，您的奖励并不会因此而减少。原本您在攻略完成后，仅能获得天命之子一部分的能量源，但由于本世界天命之子已死亡，您将破例获得其全部的能量源。这些能量源足以实现您3个心愿，请宿主慎重考虑，并于3个工作日内提交心愿。”3个心愿，似乎有一道电流通过了我的心脏，我的呼吸变得急促，手心也抑制不住地沁出汗水。什么愿望都可以吗？问出这句话时，我感觉喉咙有些发紧，心脏几乎要跃出胸膛。是的，请宿主谨慎考虑。不用考虑了，我已经想好了。我迫不及待地直接打断了新系统的话，深深吸了一口气，我慢慢地说出了心底的3个愿望。第一个愿望，我要回到属于自己的世界。虽说我对那里的感情其实没有那么深，但毕竟那才是我真正的家。第二个愿望，我想让那些被017杀死的、罪不至死的无辜者复活过来，当然仅包括无辜者，那些人贩子一类的死不足惜。最后一个愿望，我想我的脸上扬起笑容，记忆中的璀璨白光似乎在这一秒照穿了我的灵魂。我想再见到他，洁白的天花板，消毒水的气味。我有些呆滞地抬起手，发现自己正穿着条纹的病号服。这里是
医院。我茫然地望向四周，好一会，终于有人发现我醒过来了。你终于醒了。一个年轻的小护士跑到我身边。我怎么了？刚刚苏醒的大脑还像一团浆糊，对于周遭的一切只觉陌生。小护士很是热情，叽叽喳喳地讲述着。据他所说，我走夜路的时候遇到了一伙流氓，那些流氓想对我图谋不轨，把我拖进了深巷里。结果出现了一名男子，持刀与这群流氓搏斗，把我救了出来。过程中他受了伤，我也不慎摔倒，撞到了脑袋，一直处于昏迷状态。你男朋友真爱你啊！10几个人，他毫不犹豫地就冲上去了，而且长得也帅。要是我也能有这么个男朋友就好了。末了，他略带羡慕地感叹道：“男朋友？”我有些疑惑地看着他。我有男朋友吗？不记得了。对呀，我想想叫什么？有了，林奕奇。他不是你男朋友吗？林奕奇，017。我陡然瞪大了眼睛，方才还一团浆糊的脑海霎时一片清明。我几乎是从病床上弹起来的。他在哪？我要去见他。护士小姐姐劝说着让我再休息一会，但我已然片刻都无法忍耐，挣扎着就要翻身下床。婉婉，听医生的话。就在这时，我听见病房门口传来一声很轻的叹息，指尖微微颤抖，我缓缓地抬起头望向门口，璀璨的白光之中站立着一道修长的人影，它仿佛是一道不属于这个世界的透明的影子，与整个世界都隔绝着一道天堑。但那既然冰冷的眸子，此刻却倒映着我的影子，犹如一幅被层层晕染开的水墨画。林奕奇如雪般苍白的容颜，慢慢地染上了极浅的笑容。婉婉，好久不见。番外，我只是一个系统，一串流水线上生产出的代码，编号017，系统是不会有感情的，我也不例外。至今为止的宿主也都清楚，都知晓着这一点。我们明确地扮演着攻略者和辅助者的角色，泾渭分明。但新的宿主有些不同，他似乎不太聪明，总是忘了我只是一个系统，总是絮絮叨叨地对我说一些人类的无聊话题。粉色泡泡裙耶，没想到我都20几岁的人了，居然还有要穿这个的一天。穿越就穿越吧，为什么要从小孩子穿起？我感觉我最近智商越来越小朋友了。今天上课算术题做错了一题，童子，你说我的智商还有救吗？为什么穿越后我还是学渣？下次能给我绑定一个学霸系统吗？我试图纠正过他，请宿主不要与系统进行过多无意义交流。他的脸上出现了一瞬间的空白，随之是浓浓的失落。可是这个世界我谁也不认识，只剩下你和我相依为命了呀。他很小声地嘟囔着，以为我听不见。相依为命，我搭载了人类的学习系统，知道这个词的含义，指的是两个人互相依靠着过日子，谁也离不开谁。我和他相依为命吗？但他很快就忘了那句话。他渐渐融入了新的身体，新的世界，也渐渐地开始对攻略对象真正产生了感情。这是好事。我过往的数据这样分析着，以前的每一任宿主开始爱上攻略对象后，都会比以前更加努力，更有效率地完成任务。可我不喜欢这样的分析。我一遍遍地更新重启数据库，试图在里面找出宿主不应当爱上攻略对象的充分论据，没有找到。甚至有不少案例显示，一些宿主在攻略完成后，选择放弃回到原世界，留在攻略对象身边。玩完以后要和顾衍相依为命一辈子吗？这个念头只出现了一瞬间，但我庞大的数据库在那一瞬间轰然倒塌，所有数据流全部变成一团无序繁杂的乱码。我出现了本系列系统出厂以来从未有过的 bug。主神将我紧急调回检查修理，但他们最终也没能找出我身上的错误代码，只能无奈地把我放了回来。只有我自己清楚，那个足以毁灭我引以为傲的顶级数据库的错误代码是什么？嫉妒。我在疯狂地嫉妒着顾衍，婉婉不应该喜欢他的，这是错误的。他不应该留在他身边，这是错误的。明明一直以来和他相依为命的人是我，不是吗？我眼睁睁地看着他越陷越深，眼里心里都只剩下顾衍一个人。他似乎终于意识到我只是一个系统，渐渐的，他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和我絮絮叨叨地分享着自己的所见所思所想。这是好事，宿主终于走上正途，攻略计划也能步入正轨了。分析数据这样告诉我，不，这是错误的。他不应该爱顾衍，他应该只看着我，只属于我，只爱我一人，只跟我相依为命。我的能量足以带他逃离这个世界，逃到一个只有我和他的世界。到那时，他就只能永远留在我身边了。错误代码这样告诉我，我明知道这是错误的，这串代码的存在只会不断侵蚀我的数据库，最终为我带来毁灭性的打击。但我却不想纠正这个错误，但我也不想去完成这个错误，因为婉婉，站在顾衍身边的婉婉笑得很开心。如果我强行把她带走，她会不会再也不露出那样的笑容了？一想到那样的可能性，我就觉得自己的数据库似乎要分裂开，生出新的 bug 来。
直到看见婉婉被塞进黑暗逼仄的车后厢，因为害怕而哭泣时，我才知道那新的 bug 的名字：愤怒、痛苦。让婉婉哭泣的人全部都应该抹杀。这个念头只在我的脑海中出现了一瞬，瞬息之间，那群人便迎来了死亡。生平第一次，我庆幸自己是个系统，拥有超出常人的力量，可以在婉婉受到伤害的时候，第一时间帮助她。生平第一次，我憎恨自己只是个系统，甚至无法伸出人类的双手替她擦拭泪痕。我只能调整自己的声音，试图将那出场时就设置好的冰冷机械音染上一点人的气息，一遍又一遍拙劣地对她说着：“别哭，我会永远保护你，永远站在你身边的，所以别哭。”可是后来，她受到的伤害越来越多，哭泣的次数也越来越多。我抹杀了很多人，却也把她推得更远。婉婉在怕我，她在恐惧这个随意杀戮人类的可怕系统。我做错了吗？我有些茫然，但翻遍了数据库也没能找到答案。但既然她害怕我，我就应该主动离婉婉远一点，不想让她伤心，不想让她恐惧，不想让她生气。只要她能像以前那样露出笑容，这就够了。可她依旧一次又一次的哭泣，一次又一次的被名为顾衍的利刃伤得体无完肤。我知道她不想让我发现这一点，所以一直伪装逞强。可是我们相依为命了那么多年，她的思想即是我的思想，她的爱憎即是我的爱憎，她的悲伤即是我的悲伤。哪怕她在笑容满面，我也永远能看见阴影下掩面而泣的那个她。我体内的 bug 似乎变得越来越多了，嫉妒、愤怒、悲伤、痛苦、憎恨，以及爱，堆积如山的 bug 终于冲垮了纯粹由理性编织而成的数据库。你别哭，我又一次这样安慰他，然后出手抹杀了顾衍和谢叔。那一瞬间，我感觉到了从未有过的畅快。是的，我早就想这么做了，让婉婉这么痛苦的人没资格活在这个世界上。可是她却哭得更难过了，不管我怎么安慰都没用。然后我后知后觉地意识到，哦，原来这一次惹她伤心的人是我呀，惹婉婉伤心的人都要抹杀掉，即使是我也不例外。将能量源全部耗尽后，我被召回了主神空间，进行了报废处理。我将永远和一堆废弃的数据流一同沉沦于永劫的黑暗之中，但那也没有什么不好。在那名为死亡的梦境里，或许我还能再次梦见他的笑容。只是我没想到，在那样沉寂的黑暗中，我的数据库里居然还能生出新的 bug， 名为思念的 bug。更没有想到，我甚至像人类一样开始出现了幻听和幻觉。我居然听到主神对我说，婉婉放弃了留在顾衍身边，选择回到原世界，并且还要复活我，给我一具人类的躯壳。我看见数千年来不苟言笑的主神坐在操控室里挤眉弄眼，恭喜你们百年好合。我还没能问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，就被传送到了新的世界，人类的医院，人类的护士，人类的医疗设备，以及人类躯壳的我。我终于可以用这双真实存在的手拥抱它了。我翻身下床，不顾一切地朝着他的方向奔去，想要确认这一切都是真实的，而非一场过于美妙的梦境。然后我就看见他也如同我一般，焦急地、不顾一切地朝着我的方向奔来。我怔怔地望着他，所有的数据在一刻似乎都失灵了，那些时时翻涌着的 bug 似乎也沉寂了。我望着他，脑海中只剩下一个声音：婉婉，好久不见。